好，我们接着上课。前面我们讲了陀螺仪，它的电路还是很简单的。一般呢有一个规律，硬件电路越简单，软件相对来说越复杂。那么陀螺仪也是这样的，陀螺仪软件处理起来是十分复杂的。那么我们后面讲软件的时候，再详细的去介绍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这些传感器都讲完了，应该是到了通讯这块。通讯这块的话，我们说有一个地面站，地面站其实是一个上位机软件，帮助大家写程序的时候用来看一些数据啊什么的。那么再加上还有其他一些，比如说光流、红外、地磁等等，这些也是通过通信的方式来传递信息，所以也需要把这些口将它们拓展出来。PI、USB、I2C 还有 UART 这几个口我们都把它拓展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单片机的话，要把这几个口保留给大家去使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这边，这个应该是第5步了，飞控扩展口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 USB 地面站，它是跟上位机软件进行通信的。地面站其实是一个上位机软件，那么它需要跟这个无人机硬件实现一个通讯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ata sheet， 在这个 data sheet 里面，我们去找这个复用角里面有没有 USB 通信的。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有一个 USB DM， 这里呢还有一个 USB DP， 这两个通信角对应的单片机引角是32、33，像这种 SPI 啊、SPI 啊、I2C 也直接把它引出来。当然这个呢由你自己去配置，这个不强求。只不过我们为什么分配这几个角？那么首先你复用角要支持这个功能，另外呢就是说我也讲过，因为我们考虑了其他项目上面的一个通用性，所以说我们分配这几个角也是有我们自身的一个考虑。但是你们只做这个的话，就可以随意去配，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那么这样看下来，也就是32、33这个 USB 口。那么我们来找个32、33角单片机上面的引角 USB DM、USB DP， 这个是吧？那么这个单片机 USB DM、USB DP 这个是吧？然后我们把其他的角，比如说这个 SPI 模式是吧？ SPI 模式我们也要把它引出来，也做一个扩展用。那么这个呢是时钟信号，所以时钟信号我们在上面接电阻的时候，接这个电阻的时候要接小一点，往往程序烧不进去的话，这个地方出问题的比较多。有的是接插头没接好，导致里面你看起来是接触了，但是其实它那个接触电阻很大，你把它这个地方磨一下它就好了。这个地方是重点检查的。好，其实 SPI 有1、2、3、4个角，实际上还要加上电源，所以它的这个角应该有6个角。这种通讯方式占用的角比较多。那么你这个是主机输入、从机输出，这个呢是主机输出、从机输入，一个往外的，一个往内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双向通讯。那么这个话是片血信号，再加上我们所说的这个电源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找出来，看6个头的接头我们找出来。这个线呢也不要太长，尽可能呢不要太长。如果其他重要的事情、重要的线要走，那么这个可以拉长，这个不是第一选择，但是呢这个也是相对来说不能完全就忽略的。一般来说电源线由于它的阻抗比较小，所以它可以走得长一点，但是地线呢是比较关键的，那么信号线也是比较关键的。这里我们把它连起来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地方2个角，我们一个接正，一个接地。正极这个地方可以用三伏，也可以用电池 feedback。我们这里还是用三伏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你单片机就是三伏嘛。
再找一个 D， 这个就这样的。其实通讯也没什么，这个大家只要知道它的一个通讯协议就可以了。稍微留意一下也行。如果你绑子上有这个条件，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加电阻。但是我们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我这个上面加电阻的话，其实这个只是做扩展用的。我们建议呢，这个电路可以不加在这个上面，可以加在你外围那个上面去，对吧？你要用的话，把外围电路上面把它串好连过来，接插件连过来就 OK。我想这个地方可以降低成本，这也是一种做法，是吧？所以你每个绑子上都有这样一个东西，它很贵啊，也就是烧录的时候用的，那你就只用了一次。如果你接外面一个器件的话，外面那个传感器如果支持 SPI 通讯，那么可能不是所有的都用外面的传感器，但是你这个肯定每个绑子都会用到，所以我就把电阻串到外围上面去，这也是一种办法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说它是作为一个扩展用的。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SB。USB 的话，根据它的协议，它的这个接口也是一个标准的，一般呢是这个接插接口嘛，我们找一个放进来。好了，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有一个 DIMM， 一个 DP， 很明显 DIMM 跟这个 DIMM 连在一起， DP 呢跟这个 DP 连在一起，这样子就连上了。USB ID 的话，因为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虚拟窗口，虚拟窗口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我们单边机内部写数据的时候，依旧按照这个窗口的方式去发的。这个地方连到电脑上，电脑上面需要加一个驱动程序，它这个虽然是通过 USB 这个方式，然后传过去，最终电脑里面还是要分配一个 COM 口给它的。只不过这种方式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它的好处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窗口的话，窗口的那个线角是比较麻烦的，对不对？因为 USB 这个线往电脑上插太容易了。但是你要窗口的话，你现在有几个电脑有窗口的？现在还有窗口的电脑很少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是用 USB 可以模拟这个窗口的协议去跑，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。这也是发展的一个趋势，它的个头小嘛，所以窗口的话，它只有在台式机上还有，它已经不适合这个笔记本去用了。好，那么我们 USB 的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加这个电阻，要加一个几十欧的一个电阻。那这两个上面都要，举个33欧姆的，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几十欧姆就可以了，大了也没必要，再大的话也会受到影响。OK， 那么这个是 DM 和 DP。那么 DM 和 DP 它是什么呢？我们说 DM 它是数据的负， DM 数据负， DP 呢它是数据的一个正。那么我们还需要给它加一个上拉电阻，这个地方不对了，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去掉。那么这个 D 要把它连到一起去嘛。接下来这个是 FE80 这个实际上通电的。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个原则是什么？所有外围器件跟这个单臂机通信的时候，它们一定要共地，而且这个地呢不要离得太远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 SPI 也是，它必须跟这个单臂机共地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它已经共地了，之后，这个数据就可以直接发了，是吧？这一块的话，实际上说不用也没有多大的关系，因为我们单臂机已经供电，对不对？单臂机是谁供电呢？单臂机是电池供电的。这里 FE80 肯定是从电脑口取电的，因为它肯定的嘛，跟电脑连在一起，就从电脑上取电。
取得。这里呢，也可以把电脑里面电通过这个气贴把它连出来。那么这个话就是 FreeBus， 这个 FreeBus 我们要记住是电脑传过来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这样一个电呢？我们比如说无人机里面正常情况下装电池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说我无人机里面现在没有装电池，或者我这个电池没电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用电脑读取这个无人机里面的数据，是吧？那么我就读不了了。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对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供电，是吧？那我现在笔记本这个 USB 它其实对外输出电流的能力很强的，是吧？有的可以达到1安培，有的可以达到1安培，当然好像也有的能达到2安培，这个其实已经很大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单片机，我们整个飞控板落地部分，就是马达不装的情况下，它才只有几百毫安，对不对？所以完全可以借用电脑的 USB 这个口来给整个无人机进行一个供电，落地部分的一个供电，是吧？所以我把这个电取下来，电取下来之后怎么办？我们这个电要跟这个FreeBus 发生关系，是吧？由于这个是电池，它对整个无人机供电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FreeBus 跟这个 FreeBus 要发生一定关系，那么我们必须把 FreeBus 这个电给这个 FreeBus 就是电池，把它连过去，这样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这个是5伏，这个充满才 4.2 伏。如果你直接连的话，这就短路了，对吧？它就短路了，所以不能直接连，我们必须要加一个电阻。一加这个电阻，我们会发现这个是 USB， 这个是5伏，还可以给这个电池充电，对吧？给这个电池充电，这个是5伏，这个呢充满了，按照 4.2 来算的话，5伏给 4.2 充电，正好这里我们又泄流了，那么一个很小的电流在充，这里的话现在还有问题，这个电池满了是 4.2， 它不能再充了，再充这个电池就会坏，就是说最高只能充到 4.2 伏，那这里是5伏，那怎么办？那么5伏到 4.2 是 0.7 伏的一个压差， 0.7 伏的一个压差，大家想想看，我们想到二极管，我们取个二极管，我们就取个4148把它拷过来。那4148这个二极管串上去之后，这个是 0.7 伏，5伏减 0.7 伏正好 4.2， 正好可以不让这个电池过充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泄流了一下，泄流的话，这个阻值取个10欧姆就可以了，至少让它有点电往里面充，充电电流稍微大一点没关系。当你就是这样，这个到 4.2 伏不充了，如果只是在3伏的话，我们要算最小，来看一下充电电流够不够。如果它是3伏的话，这边是5伏，再减去 0.7 伏，那么就是 1.3 伏， 1.3 伏除以一个10，这个时候就是130毫安的电流在充，这个没有关系。本来我们 FreeBus 充电电流可以到安培级别，是吧？那么它现在这个才是它的1/10，那就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这个电阻要取小一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相当于我们直接可以通过电脑的 USB 来给整个电池供电。如果你没有电池的话也没关系，电过来给这个电容，直接给这个电容充电，电容呢又给整个飞控板进行一个充电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，还有 USB ID。USB ID 的话，我们在这里用了，没有用到我们就给它打个叉，那这样这个就 OK 了。
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说整个 USB 这个地方虚拟窗口就把它做好了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说了还有什么？还有 iPhone C， 还有窗口等等，这些我们都要把它引出来。但是还有一点，我们还要再去说一下，对于 DP 这个正数据来说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上拉电阻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接一个上拉电阻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，在这里是 3.3K。那么我们上拉到是3伏，我把这个拷过来。那么这个上拉就 OK 了。为了这个保姆表的物料要比较接近嘛，所以我们就尽量是一致，这个就 OK 了。那我们再来看，我们 iPhone C 两个角取42、43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UART， 这是取了45、46作为这个窗口的一个角。那我们把这个窗口和这个 iPhone C 都把它引出来，反正这些传感器都用得着。OK， 那我们这个时候还要有一个1、2、3、4个，再加上一个电源，那就考一个控6的下来。好，那么 SCL 需要上拉电阻，还有它2根线都需要上拉电阻，我们就从这里考一个下来，放在这里，这里还要再加一个，这么多3伏，我把它连起来改一下，这个移上去一点。这个把它删掉，这个也把它删掉。接下来是 TX 和 RX 和 TX 的话，我们说 RX 也需要这个上拉的电阻，再把这个接过来。OK， 那这样就好了。但是对于一个窗口 RX 这个上拉，其实呢，在51单片机里面，在过去的单片机里面 ，RX 它是必须要有上拉的。现在32位的单片机里面啊，就是跟许多国外的朋友们也有过一定的争论。外方他就认为这个内部已经有了，就不需要用外部的这个上拉，而且他们做这个现在也没有问题，也没有用，也没有出现问题。但是我们坚持要装这样一个上拉，为什么？因为内部的这个东西，它需要你供电稳定之后才可以，是吧？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不会有问题，我们也知道。但是任何东西你要考虑一些异常。另外这个地方它接一个确定的电阻到电源，其实对你打 ESD 静电这块也是有帮助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电源上面是个阻抗低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你打完了 ESD 可以往上面跑嘛，往电源里面跑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提供一个通道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，除非你这个板子排不下来，最好还是把这个电阻上拉电阻给它放上去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再增加一点什么？说把这个FreeBus 电已经取出来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可以放在板子上。那你需要5伏电的，也可以从上面额外取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弄个焊盘在上面。这边接的是 FreeBus， 这样它们电器上就连接了，这个我们心里清楚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 D 嘛，是吧？你正负是同时出现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 D 是跟电脑里面连过来的，对不对？跟着这里面我们再把它连到一起走线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去注意，尽量在电容这个地方进行相交。那么这个就是 D，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GND，OK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把所有的窗口都给它连起来了。还有个地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因为我们这里是扩展出来的嘛，如果你这里 SPI 接的是一个传感器，在这个地方，在接插线口的地方，我们放一个供电的地方，放一个电容，可以在这个放一个电容。那么对于消费类电子，如果特别抠成本，你就不用放。如果你不是成本掌控的不是特别厉害，那么我们
介意放一个电容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说你跟外面传感器它是需要你供电的嘛，需要你这个地方电源给过去。一般传感器我们也说了，它的功耗其实都挺大的。你这个地方有个电容的话，可以让这个传感器那边这个电供得更稳一些，那么它的数据稳定性、可靠性、功能也就更好一些。这是我这里需要注意的。这个地方由于我们这里是无人机，所以我这里就不加了。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个地方也是，如果你外面也是用传感器，不用传感器无所谓，那么你用传感器的话，这个地方也要加一个电容。好，那我们说飞控的扩展口，我们把它设计完了。这节课先上到这里，大家休息一下。